觉得西雅图机场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哈，转机有一点复杂啊，需要多阅点心呢，你才不会在机场迷路。我们从美国的西雅图机场呢准备起飞，前往我们这一趟的邮轮，再加上极光之旅。那你看，尤其是现在在这个阿拉斯加航空上面呢，你知道它提供的是 Starbucks 的咖啡哈，果然呢就是美国 style 啊。咱这回轮机飞到阿拉斯加，在9月份的秋季，我们搭乘了倒数第2班还是倒数最后一班的邮轮。你知道为什么要坐那一班？因为在那一班除了可以看得到秋景、看得到冰河，还能够看得到极光的开始。Overhead.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是阿拉斯加的，你哪里当天来，其实它会破冰破雪而开哈的那种观光列车，很特别啊。对我们来说，坐飞机是家常便饭，但是呢，水上飞机对我们来讲就比较难接触到咯。而在美国阿拉斯加，水上飞机就非常的普遍哦。在美国，飞机跟汽车是一样的啊，非常的通行的，那个交通网络呢非常的发达，尤其是像阿拉斯加这种地方。它因为呢幅员辽阔，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公路，那它就必须靠了飞机，而很多的地方也不一定会有跑道可以让这些小飞机飞，所以呢它就拥有了水上飞机。霍德湖四周都是水上飞机的基地啊，停满了水上的飞机。每一架水上飞机呢边啊拢有厝，迄就是什么？等于是放水上飞机的工具啦哈。因为阿拉斯加太多地方需要靠飞机来步行，所以阿拉斯加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拥有了小飞机。而这些小飞机呢，也是阿拉斯加人当地他们开着小飞机去学开这个飞机驾照，飞到阿拉斯加各地去做什么游览啦、载货啦、运输啦等等啊。阿拉斯加最大的特别就是它拥有非常多的自然生态，所以呢。水上飞机的机身下方都装了1-2个浮筒，可以将机身跟水面分离啊。那旁边还有小型的辅助筒哦，避免了这个飞机往2侧倾斜。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特别的，而在这边是非常正常的。2手水上飞机的售价也不贵，在安哥拉治这个地方呢，你拥有一架飞机似乎不是一件难事，所以当地的人告诉你，我有一架飞机啊，你搞清楚啊，别以为他是富豪啊，在这边的一架飞机就是2-3百万，你得买对啊。我讲哇，2-3百万嘛是算贵，不好意思哦，他的消费是我们的2-3倍啊。安哥拉治出发，开车经过美国交通部票选全美最美的公路——舒华的公路，沿途会经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波特湿地，观赏亚洲、美洲各地飞来的候鸟，就在这个地方觅食。然后呢，我们会往南一直走啊，我们去做什么？我们要到不动港舒华德，来到这个地方来去做什么？坐很简单的邮轮，这个邮轮呢就叫做冰河邮轮。跟着我们一起看全美最美丽的1号公路。
着苏华德公路，周遭有非常多的景点可以看。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湿地、山、海、湖，我们还可以看得到什么冰河啊？我们其实是要前往追寻美丽的冰河之旅、游轮之旅。但是这路上呢，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到鲑鱼啊，因为这个季节啊是鲑鱼产卵的季节，所以秋季鲑鱼产卵就刚刚好，就这么巧，就在这路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停下来沿路的这些鲑鱼点呢，那当然，季节的问题嘛。那在苏华德公路上面的这些鲑鱼群呢，你看到有很多呢都已经呢奄奄一息了。他们全身都是伤的原因，有可能是在溺游的过程当中受伤，也有可能呢变成是呢交配完毕之后呢体力耗尽，已经呢没有体力了。我跟你讲真的来到加拿大看到鲑鱼，来到美国阿拉斯加看到鲑鱼，就是这几个地方的鲑鱼逆流呢，我觉得它让你一看就觉得好像来到那个 Discovery 的这一种场景一样让你非常非常的震撼震撼到让你觉得不知道，会觉得生命的奥妙。阿拉斯加它是美国位于北美洲最西北端的联邦州它跟加拿大还有非常有名的育空地区呢相邻。你看这边还可以看得到冰河在阿拉斯加真的冰河非常非常的多阿拉斯加也是美国的最大的州，阿拉斯加的人口也是人口第3少、最稀疏的州。你看这个车子前面还有放这个防止石头啦弹道啦，还有一个叫什么保暖作用。阿拉斯加每到了冬季呢，平均气温呢会降到零下20度而在夏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它的气温非常的棒夏季的气温呢大约就在15度左右。阿拉斯加这个词呢来自于阿留申语，那象征了整个阿拉斯加。那阿留申语呢，其实讲阿拉斯加这一块意思呢，这不是英文是阿留申语翻译过来的。阿拉斯加的本名呢就叫做很大的陆地。阿拉斯加许多原住民是几万年前经过白令路桥来到阿拉斯加的所以阿拉斯加跟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等等的育空地区呢，发展出了独特的母系氏族的亲属财产继承权所以我当下这话讲来讲去是会通的。俄罗斯上大占阿拉斯加建立殖民地是17世纪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就占阿拉斯加建立的殖民你敢知万万没想到阿拉斯加后来去有俄罗斯人去甲安怎去卖给美国人去现在那俄罗斯当时知影讲阿拉斯加有这济石油会使伊卖啦。我们现在呢
一路看着这个风景呢，就抵达了下一个站。这下一站叫做什么事？造访北美的小瑞士，它叫做是史凯威。没有很深的历史，但是呢，有很淳朴的小镇风情哦。是啊，这不是货柜哦。这个史凯威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啊。但是这个小镇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呢，它带有很淳朴的美国式的这种山景小镇，没太大的商业。往前走啊，往前走。这一家是吃螃蟹的啊。没有店，没有。这被号称世界最后的乐土阿拉斯加，我们可以来到这边，尤其是美加两国交界的城市叫做史凯威，因为从史凯威你可以坐火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非常少人去的，叫做加拿大的白马市。拢古董车，拢19世纪的啊。这个所在呢，真特殊哦。还有看到哈，这栋厝，这拢是用旧麻绳捆起来，变成一道建筑哦。你个看以为是茶，其实都是麻绳啊，把那个捆起来，给绑起来，给用起来哦。真特殊的所在。我前面也有特别提到，玉空岭区很特别，特别在哪啊？几个人能去？世界上保存最好、最原始、最天然，也是极光小镇，没几个人能去得了，也没几个人听过这种特殊的行程，是最棒的。而史凯威印第安语转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北风之城。就算在风和日丽的早上，你也听得到轰轰的风声，也难怪啊，我们原本呢要抵达的地方呢，因为风太大而抵达不了啊。在这个地方，小镇很淳朴。在这里可以看得到19世纪阿拉斯加淘金热的时候，英国、美国两国资金新建了百口玉空铁道。这个 White Pass 玉空这一条路呢，全长约32公里，延伸攀爬有900公尺。以当年来说，绝对是最大的工程，却只用了26个月，它就变完成了。而玉空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看极光最棒的地方之一，太多人不知道了。也是加拿大的3个地区之一，在加拿大的西北方，玉空正是加拿大加入加拿大联邦呢之后呢，玉空首府就叫白马市。玉空是以流经地区的玉空河来命名，所以从史凯威是可以坐火车到玉空岭区的。这个地方丰富的矿物，还有太棒了。哎呦，你看这个狗啊，有没有多可爱啊？你看看哈，在阿拉斯加最多人最爱的美国人最爱狗啊！你看这2只，其实你看我这样拍哈，你现场看这2只哪是狗啊？还以为是狮子老虎啊，超大一只，但足够注意啊！这是车头前的叉折啊，因为像阿拉斯加到当天的时阵拢做寒的啊，所以做寒的时阵呢，伊的这个车内底爱放这个电热毯啊，会使把这个水箱啦、甲电瓶包起来哦，让它呢不会因为太冻而发不动。看这2只狗啊，就坐在驾驶座，不知道还以为呢它要开车走啊。那来到这一个19世纪的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期，看到的这个小镇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这条小镇上面看，这条小镇几乎呢全部都是以收尾朗的大里加尼亚1000出头，就在这个小镇上。这里的每一台车子都是大辆呢，都有这4大这种大灯，还有这种可以拖拉车子的。为什么？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会下大雪，雪积得很深，你没有这个4轮传动的车，没有大轮子，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开车。尤其是呢，常常要拖东西啊，就要用到这一种前面的拖拉杆了。那在这一个可以说是北美小瑞士的史凯威啊，非常淳朴，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最早期的照片。我进来这个它的历史资料馆啊，看看它最早期来到这边，英国、美国都统领过的一个小镇，然后来到这边看看它里面的一些历史照片，这边的人以前冬天在穿的衣服，然后这边的人呢，以前呢为了淘金时期，你看坐火车来淘金的人这么的多，然后呢来开凿这个铁路，全长32公里的玉空铁道，在冬季呢，它的气温会低到零下40度，你觉得呢？哇，很特别吧？这个地方以前是港口，这个酒吧以前也是红灯区，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地方以前也是淘金热潮，所以以前这里呢就充满了声色场所，就为了服务这些铁道人员。那今晚喜里希尔顶顶馆的给阿楼的给啊小镇，不要小看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的消费很贵的，非常贵啊。阿拉斯加不管是消费、住宿、交通都很贵，观光重镇嘛。这个地方呢，面积之大，超乎你的想象。它每到了夏季的时候，进入了日不落，所以我才会前面提到了。你看看来阿拉斯加旅游最大的特别点是什么？它有白天太阳不下山，我们这个太阳下山大概都晚上8、9点才下山。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极光，又能够看到夏日的美景，又能够看到秋季的景色，又能够看到鲑鱼，又能够看到熊去捕捉？就是我们排的这种最美好的时光，在8月底9月初，这是最棒的。这个经过河流、雪山、冰川荒废的运金栈道，我们抵达海拔8650公尺的白口山口，以前的 White Pass，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以前从这个地方到达玉空岭区，所以你看这车头有偌特殊的好啊，以前呢用这个车头呢来啥的。来开路啊，来开路啊！当家呢，你嘛会使感受到啊，咱们这个所在呢，淘金热潮。以前呢，看到他都要穿红纱低胸衫裙的女子呢，胸前放满了美金，个个风骚入骨。她们被称为叫什么 Good Time Girl， 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导游或服务生啊，是故意模仿淘金时期最盛行的妓女的打扮。淘金前是凯威人口不足500人，发现黄金后激增为1万人，而这里也是一直到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离开的啊。而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还有一个特别是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看 White Pass 就是以前这一条铁路啊，这铁路现在还有啊，你可以坐这个到加拿大去。我们现在是在阿拉斯加，在美国的阿拉斯加。那前面也刚好跟我们男神提到了川普的家，因为川普的爷爷听说最早从英国过来的时候，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发展他们的家族事业开始了，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去做经营跟销售。在史凯威的街上看到的木屋，全部都是19世纪新建的，保养得非常的好。城里有大量的旧麻绳，还有很多的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有贩售麻绳编织的印第安人手工艺品，因为这里最早也是印第安人聚集的地方。这里很特别吧？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感受也不一样啊。这种淳朴宁静的小镇非常值得一游。在这儿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这个就是玉空，现在玉空还在坐的车子啊。你那西港有搞难得在这的回家啊，沿着它以前这个 White Pass 的旧铁道啊，然后呢不是像毛毛虫，是因为地上那个毛毛虫爬过去把它拍下来，沿着这一条步道呢往上走啊，然后呢可以走到加拿大跟美国的交界处，也就是最有名的白马市玉空的首府。那这里游轮停下来的时候，他也不是带希尔捆啊，因为希尔捆啊，他急着做什么？赶快补充啊！游轮停到码头是要付钱的，付给这一个城市钱的，洗窗户啦，然后呢加水呀，补充食物啊，好让它可以在
等一下的旅程当中，继续为游客呢提供美好的服务。上船喽！我们现在来到了斯卡湾，我们坐的 Celebrity 的游轮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准备去看看这个淘金热潮一开始最早阿拉斯加的地方，抵达这个很美丽、很出名的百年淘金小镇。这是我本人啊，那顺便让他了解一下，你看这风景有多漂亮哦！我把360度转一圈，让大家看一看。